2020年1月，美国政府官宣成立美版联合国和平委员会，由特朗普出任主席，捐款10亿即可荣获永久席位。1月20日，白宮出品了一部旷世巨著《365天365場勝利》。隨後，多名共和黨議員瓜分格陵蘭蛋糕照曝光，普京拍手叫好稱，若特朗普勇奪格陵蘭，將被載入史冊。21號，川普在達沃斯舌戰群儒，沒有美國，在座各位可能要說德語和日語，引發輿論譁然。一片混亂中，明尼蘇達州再爆白人男子遭移民執法槍擊，民主黨議員緊急呼籲投票反對新撥款法案，政府再度面臨停擺危機。大家好，我是星茶 UP 主新人，太抽象了，市政區都快改名叫特朗普整活區了。之前還有人噴我沒預測到董王綁總統，不是他這腦回路，你弄倆半仙都算不明白呀？啥？不信？那我問你，你覺得是董王曬馬克龍的短信離譜，還是跟福特工人豎中指對噴更離譜，亦或是接受贈送的諾貝爾和平獎更離譜呢？1月23日，《紐約時報》發文，特朗普讓世界認識到來自美國的威脅。事實上，在大變革時代，川普的一系列騷操作不亞於鄭莊公把周天子設成馬蜂窩。那麼他能成功嗎？轉發加3連，這就是整活。聽美英宗說，經常當總統的都知道，川普喜歡贏。1月20號，正值的上任周年日，是的，竟然才1年。為了讓大家對自己的嬴政有所了解，特朗普親自在白宮召開周年記者會。這位79歲老頭愣是繪聲繪色，講了1小時40分鐘。白宮還專門出版了厚厚一沓精裝版營經，標題為365天365贏，特朗普總統回歸標誌着成功與繁榮的新紀元。在場記者人手一份，認真學習，不白來啊，都不白來。請注意，這個365不是形容贏得多，而是真的逐一列出了365條。各位寫年終總結頭疼沒內容寫的，不妨參考一下啊。比如第260營指定英語為美國官方語言，第245營簽署行政令停用紙吸管，第247營叫奧巴馬改名的北美最高峰恢復麥金利山，還有公布肯尼迪總統遇刺檔案且沒有任何刪改，何意味？當你覺得這都行，請看第272營，保持現代史上最透明、最親民的政府，總統發言超13400分鐘。更炸裂的是第296營，在白宮豎起巨大的美國新國旗，彰顯國家強大實力。他娘的，我打醬油那會兒寫週報都不敢這麼編吶。還有發布世上第一架6代機 F-47營，將2個軍事基地改名，雙營剝奪臭名昭著的癮君子兼騙子拜登的特勤局保護。3營，好家伙，我已經麻了，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營麻了沒有？再小提一嘴啊，這365營裡提了快40次拜登，沒提一次普京。習總不愧是董王唯一指定苦命鴛鴦啊！其實仔細想想，我覺得白宮宣傳办主任真不咋地。要我來當呢，憑什麼一天只能贏一次？讓歐洲看到了還以為咱贏不起，早中晚各贏一次。我還查到 Trump 這個姓本來就有贏的意思，這是生而為贏啊！直接上尊號，千聖老人，西半球酋長，北約之父，格陵蘭島島主兼加沙和平委員會主席，美至聖營宗武皇帝，順便還能為迎入潮水的特朗普獻上一首金曲。應該說，川普是當代唯一活出了王陽明知行合一的領導人，想幹就幹，從不內耗。1月9日，他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直抒胸臆：“我無需遵守國際法，作為總統，對我權力的唯一約束是我的道德準則和個人想法。”好消息是，他真這麼幹。以往美國入侵他國呀，通常都會找個高尚借口包裝，傳播民主，打擊恐怖主義。但抓完馬杜羅後，美國官僚還在旁邊義正言辭：“我們是為打擊毒販。”旁邊的董王當場打斷：“我就是為了石油。” We're going to have presence in Venezuela as it pertains to oil, but we're going to get the oil flowing the way it should be. It seems a little on the nose. Do you mind just reframing that? I'm not quite clear on the high-minded principle behind this. In other words, we'll be selling oil.而這種外耗性人格最標誌性的體現就是強奪格陵蘭。眾所周知啊，川普對格陵蘭的執念就好比東北的老虎、通遼的倉鼠、星辰的屠妖6零與麻薯的2頭堵，那是人盡皆知啊。
好消息是，這次沒把丹麥首相綁到華盛頓簽字。董王宣稱接管格陵蘭不是為了美國，而是保護其免受中俄威脅。壞消息是，1月18日，川普致信挪威首相，鑑於挪威不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我阻止8場戰爭，我不再有義務只考慮和平，除非徹底控制格陵蘭島，否則世界將不會安全。翻譯一下就是：真的島，他們要搞烏克蘭，還不給我和平獎，還要真感謝他們嗎？挪威首相斯特勒都哭了，我說了多少遍了，頒發諾貝爾獎的是獨立的評選委員會，不是挪威政府啊！但川普根本不聽。1月20日，川普再放話，丹麥不過是500年前有艘船抵達格陵蘭島，憑什麼擁有所有權？我肯定美國也有很多船去過那裡，只能說假隊長版本太領先了。這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呢，你憑什麼要在我的水煙袋上刻上你的名字呀？這邏輯簡直無敵了！500年前，烏克蘭屬於沙皇俄國呢，合着俄羅斯打烏克蘭是收復失地？醒醒！500年前，美國還沒登陸美洲呢，這話聽得印第安人都摸不着頭皮呀！哦，對了，如果誰船先到，領土就歸誰，那麼東方大國豈不是可以掏出鄭和？可以說，川普一句話相當於刨了現代國際體系的祖墳吶。至於主角丹麥，介紹下，2戰曾英勇抵抗納粹長達4小時啊！戰後為對抗蘇聯，成為北約創始國。冷戰後又搖身一變，化身反俄先鋒。2024年，丹麥首相聲稱東大應該為幫助俄羅斯負責。25年又呼籲將凍結的大俄資產作為賠款捐給烏克蘭。沒想到啊，老美一直告訴丹麥要護着前面防毛子猴子偷桃，最後川普一竿子從後面捅進去了。眼看形勢已經是美利堅狼子心，毒計中藏，歐羅巴純天狗，雪上加霜，加拿大恨金乎包我三面，俄羅斯忙拱火窥伺西方，聯合國自難保如屎如羊，土耳其也想要割土分疆，格陵蘭哪一點我還有份？這北約原是個名存實亡。丹麥首相與格陵蘭總理趕緊嚴正聲明，主權紅線不容談判。結果川普這人還連吃帶拉的，你看，直接帶着萬副總統和國務卿盧比奧 AI 登陸格陵蘭島插旗。緊接着白宮也開始 AI 開疆，這次發的是特朗普牽着舉着星條旗的企鵝走向格陵蘭島的 AI 圖。難道白宮沒聽過笑話？為什麼企鵝和北極熊打不起來？因為北極沒有企鵝呀。什麼？你說共和黨議員已經公然開派對切格陵蘭島蛋糕？好吧，那當我沒說啊。彈幕裡的吳彥祖可能要問了，堂堂歐羅巴沒有反制嗎？有的兄弟，有的啊。為了聲援丹麥，歐洲7國組成討董聯盟，再次發表聲明，格陵蘭島屬於其人民。當然了，歐洲老爺們也懂，滿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還能哭死董王否的道理。除了口頭聲援，還放話派兵馳援格陵蘭，以回應美國的安全關切。但歐洲軍事雄起的難度不亞於梁子成功減肥，估計大家已經知道了，7國足足37人大軍，對，37人啊，沒有萬，沒帶武器，還做民航客機。而美軍呢，格陵蘭島基地駐紮着150人，37對150，優勢在哪？眾所周知啊，派兵越多，撤兵越多，撤兵越多，派兵越少，所以派兵越多，派兵越少。特朗普反制只有一招，加10%關税。18號，德國閃電撤離15人大軍，隨後荷蘭也宣布撤軍。至此，聯軍堅持不足1/20個法國。22號，特朗普宣布與北約就格陵蘭島達成協議，據說是參考英國的塞浦路斯模式，丹麥暫時保留主權，美國租借土地建設基地，擁有使用權及礦產開採權。怎麼說呢？武大郎再窩囊也沒跟西門慶達成協議，潘金蓮所有權歸武大郎，使用權歸西門慶吧。不得不說啊，董王的極限施壓面對歐洲真是一招先吃遍天吶。這邊我大膽預測下，丹麥大概率會欲拒還迎，嬌嗔微怒，半推半就的與美國簽約。我記得曾經某乎有個問題，如何看待落後就要挨打？評論區鋪天蓋地反對。作為正面的歐洲被反覆提及，回旋鏢雖遲但到。好消息是，被川普羞辱的不光有丹麥和格陵蘭。壞消息是，川普表示，除了中俄，在座各位都是渣渣。1月20號繼續批土開疆，川普發布會見歐洲領導人的 AI 圖，背景是一張將加拿大、委內瑞拉和格陵蘭全部覆蓋星條旗的美國新地圖。是的，格陵蘭到手後三面包夾，可不就該輪加拿大了嗎？當天，加拿大軍隊時隔100年首次模擬美國入侵制定預案。
據說呢，準備用阿富汗游击戰術。热知識啊，你現在看的是嚴肅的國際新聞，不是不要笑挑戰。在當天，川普又在達沃斯論壇狂噴，先點名警告加拿大總理，沒有美國，你們什麼都不是。公開嘲諷馬克龍是軟蛋，我一說加關稅，3分鐘不到就跪了。這還不過癮，甚至直接開大招 AOE 全體北約不效。美國從來沒有需要過北約，北約會說他們向阿富汗派兵，他們確實派了，但位置靠後，基本脫離前線。這話把共俄父子戴英都搞破防了。首相斯塔默要求川普道歉，一向跟董王结俩好的意大利梅洛尼也称對特朗普的言論感到震驚，貶低北約在阿富汗所做的貢獻的言論不可接受。董王根本不 care， 23號繼續放話，準備援引北約第5條集體防禦來考驗北約。以前都是美國去保衛歐洲，現在北約就不能派兵保護美國的南部邊境嗎？25號他又在真相社交轉帖，美國真正的敵人是聯合國和北約，而非中俄。26號宣布因韓國國會尚未批准美韓協議，立即將對韓關稅提至25%，太有活了。這波屬於在遍地岳不群的世界政壇來了個徹頭徹尾的真小人，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抽象感。要說啊，還是川皇的好大兒，北約秘書長呂特會舔吶。川普曾曬出呂特給他的私信，口吻極盡諂媚，就差高呼董王的恩情還不完，甚至主動表態願幫忙推進奪島進展。當記者問及此事時，呂特表示，我可能不太受歡迎，但歐洲應該為特朗普掌權高興，正是他迫使我們奮發圖強，屬於是蠟燭加皮棍，越打越興奮。我有一計，請董王靜聽，也別扯中俄了，直接說格陵蘭是丹麥殖民地，美國要推動解放大業，完事翻出加拿大火燒白宮的國恥，發布7大恨，最後簽署行政令，宣布墨西哥正統在美國，現有墨西哥居民都是竊居美國的非法移民，一統美洲，大業可成。現在問題來了，董王為什麼如此急不可耐，一點體面都不留給盟友呢？問題的關鍵就是找到關鍵的問題。川普已經發現，只要他不在東大紅線上跳舞，不刻意針對俄羅斯，真的可以為所欲為。啥？對象是誰？當然是盟友和後花園嘍。而整個北极航道是最佳全球核武器導彈攔截系統的部署點，格陵蘭一拿，加拿大也成囊中之物。只要川普真能開疆拓土，立下蓋世奇功，就能繼續贏中期大選，甚至再贏一次總統。何況盯上格陵蘭不是董王開的先河，早在1946年，時任國務卿詹姆斯就提出，格陵蘭已是美國國防關鍵，丹麥不如乾脆賣給美國。之後歷任大統領礙於蘇聯既要樹立民主牌坊，只在當地駐軍，但現在特朗普告訴全世界，民主自由都是狗屁，弱肉強食才是真理。那麼現在我要問出那句經典問題，代價呢？1月20號，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論壇上大聲疾呼，舊秩序已死，中等強國必須聯合抵制侵略性超級大國的恐嚇，如若不在桌前，你將成為盤中餐。比利時首相巴特則說，目前我們都是在安撫白宮新總統，我們毫不計較，只希望換取對烏克蘭的支持，但現在太多紅線被跨越，歐洲不能成為特朗普的可憐奴隸。波蘭總理、法國總統也堅決反對绥靖。1月22日，川普在瑞士達沃斯啟動和平委員會簽字儀式，雖然有35國同意加入，但只有10餘國到場簽字。因格陵蘭之爭，英法挪威、瑞典等明確拒絕，德國、意大利稱準備加入，但受憲法阻礙。俄羅斯同意，只不過10億會費要從凍結的資產裡付。英國衛報打出大標題，跨大西洋秩序正在瓦解，格陵蘭危機是一個重大的斷裂時刻。英國金融時報的說法是，特朗普正在讓世界愛上中國。自二戰後，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像特朗普這樣粗暴地撕碎國際秩序，威脅自戰後支撐全球秩序的國際共識。最開心的估計俄羅斯了，董王對着盟友動刀，搞得歐美內耗，搶完格陵蘭再搶加拿大，那麼北約離解體也就不遠。也難怪普京為特朗普吞併格陵蘭拍手叫好，畢竟蘇聯末期，里根也盛讚戈爾巴喬夫的功績將載入史冊，看熱鬧的哪有嫌出殯場面大的，對吧？雖然川普口水滔滔，挨個點名發飆，各國抗議沒招，歐美分道揚鑣，但我還想補充一點內部矛盾。
1月24日，距上次槍擊案不足半月，明尼蘇達州又一白人居民遭執法人員當街槍擊身亡。美國國土安全部將事件描述為正當防衛，說死者手持槍支，並在警員解除其武裝時暴力反抗。死者亞歷克斯，一名醫院護工，據媒體的現場視頻顯示，當時他只是試圖保護一名被 ICE 按倒毆打的女子，而7名身穿制服的蒙面人直接將其按倒後團团圍住，隨後便傳來10次槍聲。另一段視頻顯示，槍響前死者手槍已被奪走，他只是拿着手機拍攝，況且他有合法持枪許可。更抽象的是，白宮副幕僚長米勒甚至将这個沒有任何犯罪記錄的男子稱為國內恐怖分子。明州警方拿着法院的強制文書去找 ICE 調查， ICE 根本不理，這已經是總統特許權、州權及司法權的對抗。是的 ，ICE 特工俨然成了懂王的私兵。不僅如此，國土安全部最近還提出了新口號：一個探員出事兒，你們所有人負責。大家猜猜，上個连坐制報復的是誰？正好 ，ICE 是一支把非法移民擋在邊境外保衛美國的軍隊，不如我們就叫它黨衛軍好了。試想下，現在能以執法為由當街處決，假使中期大選期間在民主黨的蘭州投票點放一隊 ICE 抓非法移民，又會是什麼樣呢？好多人以為ICE 只抓非法移民，錯，他們也抓美國公民、退伍老兵，甚至4個無家可歸的印第安原住民剛在明尼蘇達被 ICE 抓了。1月26日，多名民主黨籍參議員呼籲將投票反對包含給國土安全部撥款的撥款法案。要知道，10月的史上最長停擺後簽署的是臨時撥款法案，聯邦政府運轉資金預計將於1月30日耗盡，美國政府再次關門的可能性正越來越大。此處我有一聯，上聯大棒朝外，強問丹麥，格陵蘭島賣不賣？下聯舉槍對內，兵荒民廢，留神子彈加個位。特朗普跟一個人很像，蘇勳總，一個熱愛勳章，一個心心念念諾貝爾獎。勳總任內不可一世的蘇聯先後遭遇布拉格之春、珍寶島危機，與盟友關係急劇惡化，之後大搞軍備競賽，悍然入侵阿富汗，將蘇聯徹底從社會主義的老大哥異化成了紅色沙俄，最終經濟崩潰，離心離德，走向解體。如今的特朗普本質上也是拋棄世界警察、民主燈塔的形象，走上了跟蘇聯一樣霸權擴張的路。唯一的區別是美國有個完全不顧臉面的他扣懂王加抄慫民主黨。哎呀，最近發生的各種荒唐事，如果寫成小說，讀者可能都覺得太離譜，但就這麼真實的發生了。現在的美國就像個在攒勁的火藥桶，越晚勁兒越大。